炽天使为什么是星星眼？汉顾客接下来何去何从？大家好，我是朱二笨。海贼王1059话，尾田继续狂踩油门，加速剧情。短短一话又填上了许多坑，同时也留下了新的谜团。我们逐个来看。2年前，在香波地群岛狂虐超新星的和平主义者，让我们见识到了贝加庞克的威力。2年后，在女儿国亚马逊百合硬干4皇的炽天使，再次让我们对这个尚未正式露面的角色遐想无限。在充斥着恶魔果实力量和霸气的海贼王世界中，科技一直都是被大家忽略的存在，但其实它在战斗中的存在感一直都不低。曾经的七水之都篇就围绕着船只这个主题，给我们展示了船只建造、武器设计的独特魅力，并将史上最凶的战舰冥王普鲁托作为最终伏笔，一直埋藏至今。后来改造人弗兰奇成为了主角团之一，并且在之后的剧情里不断拿出先进的科技，在面对能力者时也不落下风。到了蛋糕岛篇，尾田通过吉尔玛正式展现出了血统因子理论的设定，并将它与之后的给付者、Mass 组织、异灾奎因以及露娜里亚族等等伏笔全部串联了起来。现在再来看1023话时，奎因对镜的评价是不是别有一番味道？他似乎非常了解这个种族，暗示曾经的 Mass 成员也许都对稀有种族感兴趣。这群科学狂人在发现了血统因子理论后，延伸出了几个不同的技术方向。文斯莫克加治选择了对人体和胚胎进行改造，制造出了强大的克隆人军团，包括了自己几个超人般的子女。凯撒库朗致力于毒气武器、人类巨大化实验以及人造恶魔果实，而奎因除了病毒武器外，就是和贝加庞克较劲，比平时的改造人技术更强。虽然这些人方向不同，但可以明显发现其中的共同点，他们都是基于血统因子对身体的改造。毒气和病毒是改造敌人的身体，使其被破坏，而改造人是改造己方的身体，使其获得超越以往的强大力量。有关 Mass 团队的分析，我们曾经单独出过一期视频，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翻翻看。在大致了解血统因子理论和改造人之间的关系后，再来分析和平主义者的发展过程就清晰很多。贝加庞克虽然从未露面，但是尾田其实早在巴尔基摩亚的故事里侧面说明了这个天才的性格和苦恼。他希望让人们过上好日子，就因为缺乏技术和资金，无法实现自己的想法。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贝加庞克会接受世界政府收买的原因之一。当年庞克哈萨德拥有最佳的研究条件。和平主义者系列是目前贝加庞克的最高杰作，有2个版本。2年前在香波地群岛和顶上战争出现的是老版本，前玩下七武海巴索罗米熊是初号机，所以这个批次的和平主义者都是模仿大熊的外观制造，但他们内部全都是机械，主要以机关作为武器，并没有任何肉球果实的力量。而这次出现了2名炽天使，是和平主义者的 2.0 版本，也是海军口中能够取代七武海的 SSG。既然同属 PX 系列，那么他们大概率也是机械身体，但加入了血统因子的力量，所以不是纯机械，更有可能是一种半生物、半机械的存在。炽天使目前展现出来的3个显著特点，首先就是库斯露娜里亚族的身体特征：白色头发、棕色皮肤、黑色翅膀，以及背后燃烧的火焰。其次就是类似七武海童年的长相和战斗方式，最后就是星星眼。我们逐个来看。但是在1035话时，通过镜与索隆的交战以及镜的回忆杀，尾田已经向我们展示过这个种族的独特优势，除了能够操控火焰外，本身有着极强的耐力，但背后的火焰出现时可以免疫几乎所有伤害，所以桑达索尼亚才会说2个炽天使在战斗结束后连一点擦伤痕迹都没有，他们肯定遭受过攻击，只是那些攻击都没有奏效。这种种族天赋就是打造和平主义者绝佳的载体。但是奎因评价露娜里亚族时就曾说他们是无论在何种条件下都能存活的种族，其实也是对他们强大耐力的肯定。贝加庞克的团队当年在庞克哈萨德一直以巨人化实验作为目标，却一直没有成功。当时在684话凯撒的回忆里，他就曾经提议贝加庞克用小孩来做实验，却一直被贝加庞克拒绝。小孩与巨人刚好是2个极端，也许贝加庞克在巨人化实验失败后，转而开始从小型化的思路研究人间兵器。初代和平主义者以大雄为模板，已经没有巨人那样夸张的体型。另一方面，当年镜作为重要的实验品从庞克哈萨德的实验室逃脱时，大概在14岁左右，与凯多一起离开后，就再也没有被世界政府抓回，而他又是目前已知的唯一的露娜里亚族幸存者，因此对于露娜里亚族的实验成果，很可能停留在了少年阶段。世界政府不惜开出1亿贝里的价格，奖赏任何有关露娜里亚族的情报，也反映出他们并没有完全掌握露娜里亚族的秘密，还希望再次捕获实验体进一步研究。这些也许能解释为什么2名炽天使都是小孩模样。贝加庞克和世界政府对这一组的研究并未完全，所以只能基于少年阶段的血统因子进行开发。再来看炽天使的第2个特点，库斯童年七武海的外貌以及模仿七武海的战斗方式。这次出现了2名炽天使，分别是小鹰眼和小汉顾客，与尾田曾经公开在 SBS 里七武海小时候的照片非常相似。当初加制的杰尔玛克隆人就是极少数精英士兵的复制品，与本体的外观一模一样。但是贝加庞克一向反对对小孩进行实验，所以更有可能贝加庞克只是用了七武海的血统因子，用于增强改造人的力量。如果说露娜里亚族的血统因子让炽天使有了强大的耐力，那么像七武海这种精英海贼，其具备的强大战斗力就是和平主义者最佳的复制对象。相当于炽天使在出场时已经将攻击力和防御力的天赋拉满，接下来只需要给他们合适的武器，就能迅速转化为战斗力。所谓的武器，
不仅包括兵器，还包括战斗方式。从他们的战斗方式来看，也与模仿的七武海非常相似。小鹰眼使用一把和叶相似的大剑，并且斩击拥有强大的威力，能够直接将九蛇的山峰劈开，会有几分当年在顶上战争时鹰眼切冰山的风采。那么问题来了，一个小孩如何做到比你世界第一剑豪的战斗力呢？这也许又是尾田给我们的障眼法，看似相似的招式，其原理也许很不一样。注意看，当时火烧山要派出炽天使的时候，命令其实是来自电话筒内，说明炽天使背后还有人在指挥，并且还特别强调要把摄像头打开，记录战斗经过只有一个目的，为了在战后复盘，针对战斗中暴露出来的缺陷，继续改进战斗模式。当年顶上战争中，大批和平主义者投入战斗，与来自新世界的海贼们交手，不仅记下了大批海贼的战斗方式，也包括了在战场中活跃的七武海的战斗方式。贝加庞克为了打造出能够取代鹰眼的完美剑士，也许早就开始暗中记录鹰眼的剑术，最终成为了这些机械改造人的程序之一。内马剑也很有可能是贝加庞克的武器发明，能够成倍增加炽天使斩击的威力，使得其战力在很短时间内就能得到提升，与正常人类成长需要的修炼完全不同的路线。再来看炽天使第3个特点，星星眼。在漫画正式更新后，我们可以确认小鹰眼并没有星星状瞳孔，只有小汉库克有这个特点，并且小汉库克战斗时用的还是2年前旧版和平主义者的雷射激光，他并没有学习汉库克的战斗模式，而秘密就在这双瞳孔中。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合作国篇结束后被讨伐了几名七武海、巴基、鹰眼等等，都交代了被海军讨伐的经过，但他们都没有遇到炽天使，唯有讨伐女儿岛的战斗中出现了。难道其他战线的海军就那么有把握能够击败七武海吗？显然不是。那么更有可能就是炽天使需要在实战中获得什么，这就不得不提到黑屋子。他这次来九蛇岛就是为了防止女帝的能力被海军得到，准备自己收走甜甜果实。而科比在城下劝降时也指明了只要女帝一人，这2个线索就说明了海军此行的目的也是为了得到甜甜果实。汉库克目前所有的招式中，无论是甜甜罡风、俘虏之剑还是方向脚，都离不开甜甜果实的力量。如果贝加庞克想要完美复制女帝的战斗力，就必须得到她的甜甜果实，并转移到炽天使身上。所以星星状的瞳孔很可能代表着未完成的状态。现在也只剩下恶魔果实和霸气这2种力量是炽天使暂时无法学会的。现在想来，也许小汉库克与汉库克长得一模一样，也是为了能够模仿他的美貌，因为这也是甜甜果实发动的条件之一。总的来说，炽天使一战成名，连雷利也不得不感慨，他们具备取代七武海的潜力，但九蛇岛事件的影响还在继续发酵。在科比、汉库克以及黑屋子3方对峙的过程里，黑屋子透露出部分洛基港事件的线索。洛基港事件最早出现在布兰纽介绍七武海的会议中，当时只是提了一嘴，特拉法尔加罗是这次事件的主谋，但是每个七武海都有一句评价，大致是他们能够成为七武海最重要的原因。虽然漫画里没有明说罗夺取了100个海贼心脏是发生在洛基港事件中，但是动画组就这么画出来了，那我们姑且认为这是官方的补充吧。后来在903话，科比保护了利库王的船，迪鲁士提到他在洛基港事件中保护了平民，因此得到了英雄的称号。海军中上一个得到英雄称号的，正是在神之谷事件中击退洛克斯，保护了天龙人的卡普，同时也是科比的师傅。现在到了1059话，洛基港事件又出现了2位新角色，蒂奇和王直。他们在争夺海贼岛蜂巢的老大，结果是蒂奇赢了，而且过程中还得到了科比的帮助。海军显然不会介入海贼间的争斗，更有可能是科比在保护平民的过程中无意间助攻了黑屋子。那么王直又是什么人呢？其实在957话时，郑国在介绍洛克斯海贼团成员时就提到过这个名字。王直是与金狮子、银斧、约翰船长等人齐名的大海贼。金狮子的故事我们很熟悉了，而约翰船长当年在恐怖三维方丈岛上曾经以僵尸模样出现过，本人确认已经死亡，而他生前留下的巨额财宝配有一个神秘的藏宝图，现在已经辗转到了巴基手中。由于约翰船长的例子，我们一直觉得王直和银斧也已经死了，现在看来得说声抱歉了。虽然目前还不知道王直是何等实力，但从拥有暗暗果实和正正果实的黑屋子都需要靠科比助攻才能将他击败，这一点来看，王直本人的段位相当高，但这么强悍的家伙既不是七武海，也没有成为四皇，有点奇怪。而从人物原型来看，王直极有可能就是明朝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五峰船主王直。明朝时期沿海饱受倭寇袭扰，并逐渐发展出几支庞大的势力，其一就是王直率领明朝长期实行海禁，王直凭借武装力量开辟出一条海上走私线路，最终发展成为当时实力最强、黑白通吃的大海贼，甚至麾下还有好几个大船团，由不同的部下分别率领。由于王直将大本营放在了日本诸岛，在日本也极具影响力，直到今天，日本长崎县平户市松浦史料博物馆外还树立着一座王直铜像。这段历史非常精彩，浦东县、徐渭、于大有、戚继光、文征明等等文臣武将群星闪耀，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重温一下。那么说回尾田笔下的这个王直，他很有可能取自明朝王直的人物原型，除了实力强劲以外，应该也和海运、海商有密切联系。当时在蛋糕岛篇就出现过一批地下世界的老大们，其中就包括了海运王、深层海流乌密特。海洋运输就像快递业务一样，背后是庞大的海洋贸易。也许王直与乌密特存在合作关系，
他之所以这么神秘，也正是因为他是黑暗世界的人物之一。那么王子和黑胡子为什么要争夺海贼岛蜂巢呢？这里曾经是洛克斯海贼团的大本营，洛克斯曾经是这里的老大。神之谷事件后，洛克斯海贼团解散，但是蜂巢并没有因此废弃。作为海贼游戏的发源地，这座岛屿一直吸引着各种海贼。也许对于想要扩张势力、招兵买马的海贼团来说，蜂巢是绝佳的舞台。黑胡子2年间一直在狩猎能力者，扩充自己的战力，甚至莫利亚都上门了，还试图将他招揽。想他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还在积蓄力量，自然不会放过蜂巢这座岛屿。回过头来看洛基港事件，特拉法尔加罗虽然是主谋，但是最终得利人也有黑胡子。罗发起这个事件，很有可能削弱了王子的势力。科比为了保护平民，牵制了王子的干部，被黑胡子抓住了机会，一举将王子击败，取而代之。无论是洛基港事件，还是王子的势力，都属于神之谷事件的后续影响。尾田越来越多的铺垫，都在与神之谷事件产生联系。956话时，黑胡子看完报纸，立刻表示要去和海军抢夺某物。终于在1059话揭晓，他的目标原来是女帝的甜甜果实。他带上了2名干部前来夺取能力，但奇怪的是，并没有看到黑胡子海贼团准备接收能力用的果实。帝奇本人的话更加耐人寻味，他并不在乎女帝的死活，只要得到她的能力就行。再次验证了黑胡子本人夺取恶魔果实的方式相比其他成员更加特殊。不久前，我们刚刚在黑胡子能力之谜的视频里聊到这一点。汤姆克原本加入玩下七武海是为了保护亚马逊百合，现在他留在这座岛上，反而成为了海军的目标。下一步应该会选择离开这里，而放眼整个新世界，那些同样遭到海军追杀的七武海们，已经给他指了一条明路，加入十字工会。有鹰眼这样的榜样在先，高傲的汉姆克也有了台阶可以下了。我们还是维持之前的观点，大部分前七武海最后都会加入十字工会中。也许老沙已经在给女帝打电话了。整个女儿岛事件最后由于雷利的出现，无论是海军还是海贼都无功而返。汉库克和九色海贼团虽然受伤，但并没有太多损失。尾田铺垫了近100话的伏笔，就为了得到这样一个对剧情毫无推动的结果吗？显然不是。从最后的结局来看，科比被黑胡子掳走就是最大的变数。黑胡子在与小鹰眼交手时，最后放了一记暗血刀，才挡住了对方的攻势。从镜头来看，我们无法判断小鹰眼有没有被吸收，但是从蛇姬姐妹的话来看，两台炽天使都留到了最后。其实这么重要的武器，如果被黑胡子夺走，海军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也再次说明炽天使并没有被黑洞吸收。那么黑胡子掳走科比就不会是为了操控炽天使，更有可能是打听 SSG 和海军内部的动态。毕竟尾田也需要找一种方式来向我们介绍炽天使的奥秘。科比的回忆杀就是不错的方式。由于科比特殊的身份，他不仅是卡普的徒弟，还是 SWORD 的成员之一。海军接下来很有可能采取营救行动，但为了一个大佐调解与四皇的战争，又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这时候另一个角色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前海军大将青雉。2年后的青雉加入了黑胡子的势力，他是有机会接触到科比并进行营救的。尾田安排科比被俘虏的剧情，也许就是为了引出青雉的戏份，并交代他加入黑胡子势力的真正原因。本话另一个爆点是芍药下棋身份的曝光，不仅是前九蛇海贼团船长，还是前任亚马逊百合皇帝，这就能解释很多伏笔，比如为什么雷利、夏奇和早婆婆之间有交情，又比如为什么夏奇可以仅凭直觉就判断出路飞被汉库克带到了九蛇岛。按照早婆婆的说法，亚马逊百合好几代皇帝都是疑似得了怪病而死，其实他们都只是因为恋爱离开了这个国家，所以雷利和夏奇的关系应该就是你懂的。尾田确实是在加速剧情了，现在一话就能填上许多坑。最后来看看1059话另一个重要剧情大河的道别。在之前1057话的分析里，我们就说过大河有一段隐藏的道别剧情，但是他应该给出了暂时不出海的理由，并且得到了草帽一伙的理解。尾田没有让我们等太久，通过马尔克的回忆杀就把这段剧情带出来了。果然大河不出海的直接原因还是因为无法放心和之国，而留在和之国有利，只是他最后在将军府屋顶才做出了决定，算是第2个原因。那么现在来看，大河因为担心有其他人来袭击和之国而无法离开这里，这种感觉也越来越像当初在649话盛平拒绝入伙时的情境。当时盛平也是因为还有未完成的事无法就此离开，而是想在自己变得一身轻松时再加入，甚至还答应路飞一定会再次相见。对比一下大河与盛平这2次上船失败，理由、状态、语气都是非常接近的。伙伴这个词在草帽一伙中的意义非常特殊，在很多时候可以和船员划等号。当年就是因为微微离别时说的那句话，被无数海迷记到了今天，依然认为他是船员人选之一。有意思的是，在1057话和之国送别时，路飞将锦为门、小蜘蛛和大河都认定为伙伴，并且是随时可以出海当海贼的那种。但这里对话框唯独给大河的名字标记上了着重号，暗示着格外不同的含义。因此虽然都是叫伙伴，但大河还是更加特殊一些。就像我们之前分析里说的，他依然有可能通过一次扉页连载完成和之国的故事，然后出海冒险与路飞重逢。一起期待下之后的剧情吧。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1059话的细节伏笔分析啦，我是朱爱本，下期见。